嗨，你来啦！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可以把这次超悬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你相信吗？在台湾真的有日本人变成的土地公，这不只是历史，也不只是乡野传说，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神迹故事。如果你曾经在人生路途上迷失过，这段故事你一定要听。事情是发生在宜兰东山13份坑。那天我们只是想找个小地方拍影片，整个过程像电影一样。我们骑着车进入到一个超不熟的小村落，四周都是田野，路又窄又近。然后我们看到一幕到现在都还记得超清楚的场景，一位老公公骑着脚踏车在田里顺时钟绕圈圈，没听错，是真的在田里绕圈圈哦。那画面真的很奇妙，完全不像一般老人家散步那样。我们看了彼此一眼，就决定停下来问问看。那画面真的超悬，我们赶快大声问他路，结果老公公立刻停下来，还超亲切，神情自豪地说：哦，我们这里的土地公不止一尊哦，有12、13尊呢。你们要找的是那尊日本来的土地公，小林福的战神。我们听得有点惊讶，但惊讶的还在后头。我们照着老公公的指示往前走，找到了其中一间庙。正当我们还在迷惑的时候，那位老公公居然又出现了。他骑着脚踏车追上我们，而且这次他说：来，我带你们去人庙子。然后他就带着我们，脚踏车走在前面，我们慢慢骑机车跟在后面，就像是走一条被安排好的路一样。我们心里想说，好啊，跟着他骑一下。结果他开始逆风骑上坡，时速30公里，完全不科学啊！真的，他的体力完全不像是一个老公公，骑到我们一边录影一边笑着说，他是不是神明派来的？跟着老公公，我们终于来到一间非常非常低的小庙，真的低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金碧辉煌，也没有大红灯笼，甚至你走过去一不留神，还会以为那只是一个路边的老房子。那种感觉像是走进一个很安静却充满力量的空间。就在我们还在沉浸那个气场时，老公公已经从脚踏车上下来，动作非常熟练地双膝跪地，面对土地公说话。他不是用中文哦，是用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，恭恭敬敬地跟土地公说明：今天有外地人来，想来拜见你。这个画面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像是你看到有人在帮你跟某个你还不熟的长辈介绍你一样，整个超温馨又超庄严。然后老公公转过头，笑笑地说：你们可以问事情，也可以问因缘啦，哈哈哈哈。不过如果你们问不到圣杯，也
没有关系，土地公的办公室都在那边了，可以去找他嘿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土地公竟然有办公室。我们只来得及跟他说谢谢，老公公就骑上脚踏车，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，转过头用日文说了句拜拜，就慢慢骑走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尊土地公有名字，叫做小林武三郎。他是一位日治时期的山林管理员，负责宜兰东山乡13份坑的山林保育。当地人其实日子过得很苦，常会进山里偷木材养家活口。小林先生知道，也从没抓人，反而常常偷偷帮忙通风报信，甚至还自己养了公鸡、公猪，免费让村民配种繁殖。虽然只是个基层公务员，但他的心意融入了整个社区。后来有人说他去世后，村民怀念他，感谢他，把他当作守护神来供奉，盖了这间庙。这就是小林福德正神庙的由来。你就知道，他真的做了很多让人记在心里一辈子的事情。这还没完，我们在庙里拜拜时，我们心中有个问题，想知道我们今天的这场遇见，是他引领我们来的吗？我们虔诚地向神明问杯，问完后圣杯。你知道问神明不是每次都这么容易得到明确的答复的，但这次仿佛他真的听见了我们的声音，回应得非常笃定。那天我们不是只有去拍庙，我们真的是亲眼见证了一场被神明指引的旅程。如果你相信这世上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在守护着你，帮你指路，那我想你一定会懂我们那天遇到的老公公到底是谁。也许他真的不是普通人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一种从心里涌出来的感动。原来在这世界上，有些力量是真的存在的，它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默默的、温柔的，在你迷路的时候拉你一把，在你困惑时给你指引。小林先生不是台湾人，但却因为他的善良与行善，留下了被台湾人世世代代敬拜的身影。这让我想到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是别人生命中的土地公，只要我们愿意付出，愿意保护，愿意不求回报的善待他人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超神奇的缘分呢？或者你心里也有一个想问土地公的问题呢？如果你喜欢这种在台湾的神秘故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这个频道的每一集都会带你听一个不只是故事的真实历程。